厂里的下乡名额就是你的。建军的工作名额定下来了，明天就去机修车间报到，你别再惦记了。我爸是因公牺牲，这工作是他拿命给我换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陈峰，你李叔也是为你好，你身子骨弱，去了工厂也是受罪。建军壮士能多挣工分。听到没？就你这身板，别说去工厂抡大锤，怕是连车床的摇板都摇不动吧？我看你还是安心的去乡下修地球吧。我爸因公牺牲，给我留下一个丁岗的正式工名额和装着抚恤金的铁盒子。如今工作归了李建军，钱也早就姓了李，所以现在该走了。这房子是我爸留下来的，就当是我还清你们的养育恩。从今往后，我陈峰靠的是脑子，不是你们施舍的饭碗。就你还靠脑子，别把牛皮吹破了。妈，来日方长，保重。以为把我赶到乡下是绝路，只要能离开那个泥潭，对我来说就是生路。到了，红旗岭，全县最穷的公社，后生自个儿多保重吧。你就是城里来的知青？你这身子骨跟个豆芽菜似的，在城里摸过猪头吗？没摸过，但我可以学。王队长，知青点在哪儿？哎，别提了，知青点那2间土房，去年大雪给压塌了，一直也没钱修。那我住哪儿？后生，我给你想个法子，怎么样？村东头的林家的红梅，男人没了2年，一个女人带2娃，你去他家搭伙，他给你口热饭，你给他家添个壮丁，怎么样？您这是让我上门当赘婿？嘿嘿嘿，聪明，有瓦房睡，有热粥喝，不比你在外面冻死强。林红梅这人能干得很，长得也顺眼，你小子不亏。兜里就5块钱，户口落不下，想翻身先得有口饭吃。这个寡妇是我唯一的台阶。行，麻烦您带路。嘿嘿嘿，好小子，跟我走吧。老赵，看，我给红梅家领回来个城里女婿。嫂子，红梅家有男人了。老王头，你作孽呀！你这是把人家往火坑里推呀！大婶，什么火坑？他家怎么了？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自求多福吧。避之不及，面露恐慌。克夫，命硬。这个林红梅身上，怕是背着不少秘密。王队长，你确定她是寡妇，不是哪个工程队借调来的？就是她，林红梅，你未来媳妇儿。王队长，这是队里分的劳力，还是你给我找的帮手？风大点，他站得住吗？就这身板，别说干活了，我家那只龙花鸡都比你壮实。后生，城里人都你这体格，扛得动半带粮不？硬啊！前头2个，一个比一个结实，这回找个文弱的，是不是想换换风水？小伙子，你会干啥？分得清麦穗和狗尾巴草不？妈，这就是咱家新来的，胳膊还没我大腿粗，竹竿，竹竿。林红梅同志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1年挣多少工分？队里年底分多少粮？够不够你们仨吃到明年开吹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不会上房，不会搬石头，但我会算账。队里的账，家里的账，每一笔工分进出，我能让你家的每1斤粮食都落在实处。这算不算本事？哼，嘴上功夫倒是不错。厢房空着，自己拾掇，灶上有粥，爱喝不喝。林红梅果然不简单，这个家光有力气是撑不起来的，她有她的力气，我有我的，得慢慢算。这个赘婿我当定。小强，脚别伸出来。小何乖，明天妈给你们掏鸟蛋吃，乖。哎，这不是林家那个倒插门吗？干活还不如他家那头驴，吃软饭的命，你跟他比什么？
红梅那脾气，你敢去当接盘侠吗？疯子，你这写啥呢？算算这块地的公分产出比，看有没有调整空间。你连这个都会算？不算会，慢慢试，能让林家多分几斤粮就行。竹竿叔叔，你冷不冷？这个给你。竹竿，我妈说了，1个月内你干不动活，就把你退回去。小强，你上几年级了2年级，怎样？6乘6等于多少？36。生产队要是算错一笔账，你家1年少几十斤粮，你还想赶我走吗？这不是庄稼人的路数，是练过的。看见了，我出来找水喝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最好是这个院里的事儿你少打听。明白，我只记公分，不记闲事。再有下次，我批的就不是木桩了。一身武艺的女人窝在这穷山沟当寡妇，林红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过这样也好，有拳头在前头，有脑子在后头，这红旗岭留不住我。竹竿，谁让你上桌的？下地去。哥，他昨天也下地了。他那也叫下地，锄头都拿不稳。吃饭堵不上你的嘴。当家的不在了，日子不好过吧？上个月的肉钱加上旧账1块8毛5，今天结了吧？1块8，我上个月才跟你清过，最多欠你7毛。白纸黑字，你一个妇道人家看得懂这个？赶紧拿钱，不然以后别想从我这儿拿一根骨头。等等，赶紧拿钱，不然以后别想从我这儿拿一根骨头。你这账……等等，你别添乱。上个月16号，五花肉供销社标价7毛5一斤，你记了2块1，是写错了还是算错了？你胡扯什么？3月初，你欠我们家15个鸡蛋的账，市价4分钱一个，总共6毛，你这本子上怎么是空的？我忘了。这里撕了一页，还钱的账都记在那页上了吧？7扣8扣，实际欠款5毛3。孙哥，你是把钱补了，还是让我媳妇儿当面跟你对对口？算你们狠！也还行，没白吃我家的粥。哥，竹竿叔叔好厉害，比那个坏蛋聪明多了。会算账又怎样？风一吹就倒。张老汉，公分3150，分粮245斤，拿条子去后面领。谢六哥，谢六哥。下一个，林红梅，公分2300，分粮175斤。175斤，王赖子，你这算盘珠子是不是粘住了？秋说我跟我家小强1天没歇，隔壁刘家2口子都350斤，我家就该饿死。红梅家去年分了300多斤，今年怎么差这么多？不对劲儿吧？别出声，王赖子是王天霸的外甥，你得罪得起？吵什么吵？白纸黑字写着，难道我还能坑你几斤粮？我表叔最恨闹事的，你再吵，今年1粒粮都别想分。你少拿王天霸压我！今天这账不说明白，谁也别想走。你一个女人家看得懂公分？我说多少就是多少，不服自己看。账本我看看。哟，林家的病秧子，字儿认全了没有？还想来查账？我不是来查账，我是来帮你算的，算算有多少记歪了，有多少揣进自己兜里了。你少血口喷人，给你看，给你看，我看你能看出什么名堂。媳妇儿，扁担是挑水的，不是打人的，脏手。王赖子，这账错得离谱了，光是加减法就错了13处。至于那些被涂掉的公分，咱们当着大伙的面一笔一笔对一下。第一，林红梅的公分，从3月到10月，她的实际公分是3820分，账上记的是2300分，少记了1520分。4月份她出工27天，账上记了14天，7月休徐，
最高工种每天35分，你按18分计。王赖子，这账差在哪儿了？第二，不止林红梅一家，全村37户，15户被少记，但有4户被多记。你王赖子自己家，你二叔王老栓家，你表见王三娃家，还有你小舅子刘二柱家。王赖子，你个黑心肠的！我男人去年修水图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你就这么克扣？怪不得我家年年吃不饱，原来都进了你家的汤。今年上报公社总产量47000斤，但我核算出来的实际产量是52100斤。王赖子，这5100斤粮食去哪儿了？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帮你说？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来红麒麟第1天就开始记，每天谁出工，每块地产量，白纸黑字，要不要当场对？王赖子，你给我说清楚，那5100斤粮呢？我错了，队长，粮一部分在家，一部分让我卖了。来人，去他家搜。陈峰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红旗岭大队的新会计，谁赞成？陈会计，你也帮我查查，我家是不是也被吞了？大家别急，从明天起，红麒麟每一笔旧账我都会重新核算，谁家该补多少粮，一分不会少。陈会计，以前是我们看走眼了，叫你竹竿，你哪是竹竿，你是咱村的顶梁柱。妈，你看，陈峰好威风，全村人都听他的。陈叔叔以后不会被欺负了吧？陈叔叔以后不会被欺负了吧？威风什么？不过是能算几笔账，别看了，回家干活。妈，你明明在笑，你脸都红了。我那是气的，快走。妈妈，陈叔叔是大英雄。西屋给你腾出来了，搬过去住，别窝在厢房了，让人看见还以为我林红梅刻薄人，我还要脸呢。西屋那不是让你住你就住，哪那么多话？进去。这女人嘴比石头硬，心比豆腐软，在这个家，算盘珠子就是我的顶梁柱。疯子，你现在管全队的账，家底儿有多少，你得心里有数。咱红旗岭别的没有，就这地瓜，黑土地真给面子，年年大丰收。可这山路你也看到了，9曲18完，拉出去卖，运费比地瓜还贵，就一直堆着。可不是，全村人忙活大半年，就换这么一窖烂泥，吃不完卖不掉，造孽！地瓜不值钱，但做成粉条就不一样了，重量减了，保质期长了，价钱能翻好几倍。这不是烂地瓜，是没挖出来的金疙瘩。今天跟队长去后山地窖了。有啥好看的？一堆烂地瓜，咱家都快吃成地瓜了。媳妇儿，我有个想法。又鼓捣啥？鬼画符似的。想，能不能把地瓜做成粉条？100斤地瓜能出25斤粉条。费那劲干啥？你听我算，地瓜在山里卖，1斤顶多2分钱，但粉条拿到镇上供销社，1斤至少3毛5，100斤地瓜出25斤粉条，能卖8块7毛5。那地窖里那些烂地瓜，我估过，要是全做成粉条，至少能卖2000块。多少？2000块，只多不少。耶，2000块，是不是能天天吃肉了？粉条，我要吃粉条炖肉。你跟我说怎么做？要啥？一口大锅，几个缸，晾晒架子，还要10个壮劳力。10个壮劳力，剩下5个我去村里叫。你说啥时候干？明天。陈峰还是上树先加深把他的体送在后领上。妹妹，你看，咱娘不光不赶他走了，眼睛都在发光。爹太厉害了，2000块能买一头大肥猪吧？过年就有肉吃了。嘘，小声点，让娘听见拧你耳朵。那根柱子往左挪3寸，对准承重线。那几个缸间距必须2尺，不然转不开身。你说这家里到底谁说了算？那位先生动嘴，林大姐跑腿儿。你管谁说了算？反正那位先生的话，林大姐是真听。哎呀，是陈峰，你这板上写的啥？俺们不识字啊。就是这活咋干？看图说话。这个圆圈是洗地瓜，这个3角是磨浆。你画的这是地瓜？你画的这是地瓜？我看着像癞蛤蟆趴石头上。得了，这手就适合拿笔杆子，别画了。都听好了，疯子负责动嘴，我负责动手。谁敢偷懒耍滑，我这扁棒认的人。
这缸浆谁做的？哟，陈峰，不就多了瓢水吗？能吃死人？就是，显摆你懂得多。我家疯子定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下次谁再坏了规矩，我把他的脑袋塞进这碾子里。爹，这个鸡兔同骡的题，先生讲了好几遍我都没懂，你一说我就明白了。你脑子咋长的？你爹我啊，除了动动笔杆子，扛带地瓜都费劲。你长大了要学你娘，力气大，谁都不敢欺负。那我长大了要像爹一样聪明，不像娘就知道打人。哼，小兔崽子，说谁呢？爹说的。哎呦，比我老牙口还筋道。疯子，这东西能换钱了。队长，我从镇上回来问了，供销社只给2毛8一斤。2毛8也不少了。少了。我的想法是，供销社拿30%货，签保底价稳住官方渠道，剩下70%直接卖县城饭馆。我打听过，他们能给到4毛。4毛？那饭馆的钱可不好拿。不好拿才要拿，不光要拿，还得让他们先掏钱。小陈啊，你们红旗岭那么远，直到你亲自跑一趟，我不找您找谁？红旗岭那穷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小陈，你这脑子窝在红旗岭当个会计，实在是……乡亲们都等着这笔钱开锅，您给句痛快话，做不做？做，怎么不做？我再给你介绍2个县城饭馆的老板。谢李主任，我心里有数。爹是财神爷变的。哥，爹说了，有钱了咱俩就能上学，我还要买红头绳。上学有啥意思？不过爹说能天天吃肉，我听他的。疯子，咱家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多钱了。红梅，以后都会有的。不光白面饺子，我还要让小强、小红风风光光去上学，让你也穿上城里时髦的衣服。胡说啥？钱得先紧着孩子。吃肉喽，上学喽！李主任说的王天霸，这笔钱怕是没那么安稳。爹，你还不睡？小强，爹交给你一个要紧的任务。爹，你说。手动的说了。记住了。好孩子，去睡吧。王天霸，你要是真敢来，这本金蛋账够你喝一壶的。王天霸，你要是真敢来，这本金蛋账够你喝一壶的。王老大，红旗岭那粉条作坊赚翻了，配方全在一个叫陈峰的赘婿手里，就是个城里来的弱鸡，风一吹就倒。他那个寡妇老婆虽然力气大，但绝不敢真动手。你们去一吓唬，账本和配方全到手。金蛋还能下在穷鸡窝里？黑水大队的王天霸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人就是个土匪头子。哪个是陈峰？我是黑水大队的王天霸。我就是。你这作坊，黑水大队看上了。哼哼，从今天起归我们管，配方、账本、客户名单，现在就交出来。以后你们跟着我们干。你要是想学技术，我可以教，但强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，在这片地界，老子就是规矩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交不交？不交，我让你在床上躺半年，把规矩想明白。谁准你碰他的？你个疯婆娘！去里屋锁门，外头交给我。王天霸，你以为我的东西那么好抢？抢配方是民事纠纷，抢那份协议是破坏集体生产的大罪。算算时间，小强该带人到村口了。
都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都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红梅嫂子一个人扛不住，小强跑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叫没叫到人。你疯！王天霸那帮人下手没轻没重，上去就是送死。真他妈能打！老子在这片混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栽在女人手里。今天不把你作坊砸平了，我王天霸3个字倒着写。你试试，我丈夫在里头，谁敢过来，我打死谁。丈夫，那个豆芽菜，就他也配？他配不配，轮不到你说。王爷爷，德柱叔，他们要打我妈，我爹还在里头。你带外头的人来我红旗岭砸作坊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叔，我们是来谈买卖的。买卖？哼！你带棍子来谈买卖，你当我瞎？嫂子，后头的交给我们。王天霸，你要打，我陪你打。你掂量掂量，你那几根棍子够不够我砸的？王天霸，你今天抢的那本账里夹着跟镇供销社的独家协议，你敢抢集体的东西，这事儿就不是你跟我之间的事儿了。我们家疯子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。王天霸，你刚才说要抢我的账本，谁说抢了？我那是资源整合。整合？我帮你算算今天这笔账，带10几个人持链闹事，打伤我作坊工人，砸烂生产设备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你少他妈吓唬我！你以为你抢的是我陈峰一个人的东西？你这是破坏集体生产。这份联营协议是我跟镇供销社马主任签的，这个作坊的粉条是供销社定点供货，你今天砸的不是我的作坊，是供销社的货源，你抢的不是我的账本，是公家的联营协议，你少拿这个吓唬我！爹让我跑2条路，一条找王爷爷，一条去供销社找马叔叔，我2条都跑了。王天霸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供销社的定点作坊你也敢砸？谁是王天霸？同志，这是误会，我们就是来谈合作。谈合作？人打了，东西砸了，这叫谈合作？职业行凶，破坏集体经济生产，带走，全部带走！王叔，你给说句话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说过这笔账会跟你算清楚，今天只是第一笔。疼不疼？不疼，皮肉伤。我让你去里屋的，你不听。你在里头，我能走。他们要是破门怎么办？你一个竹竿扛得住？所以我让小强跑2条路，一条叫人，一条报治安所。红梅，我算过的，你最多撑1刻钟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昨晚。爹，坏人被抓走了，爹好厉害！疯子，你小子行啊！早就红梅嫂子也保守，一个人扛这么多人，人家疯子这脑子比我这实锤好。都站着干什么？作坊砸成这样了不收拾，俺上我炖肉，谁帮忙收拾谁有份儿。好嘞！老李，你这粉条怎么比我们的便宜这么多？哪儿来的货？哟，红梅，这是隔壁柳沟大队的新货，价格便宜1半，这几天卖疯了，你要不要来2斤？疯子，你看看这个，烈士地瓜，过滤只做了1遍，晾晒时间不够。样子是我们的样子，做法也是我们的做法，但工序少了7、8道。谁把做法传出去的？能接触到全套工序的人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疯子哥，坏了！不光柳沟，张家2也开始卖了，老主户全跑了，说人家1斤只要1毛5，1毛5连好地瓜的本钱都不够，咱上个月的单子少了30%，再这样下去，分红全没了。我去找他们，谁偷的方子，我砸谁的锅。砸锅没用，方子已经漏了，先把内鬼揪出来。供销社要的是3氯特级粉，你这池子过滤了几遍？2遍怎么了？隔壁1遍就敢拿出去卖，大家急着赶货，少滤1遍死不了人，少滤1遍发黑1段，这桶全废了，扣你10个工分。扣我工分？大伙儿听听，他一个城里来的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想扣咱的血汗钱进自己腰包。要不算了，隔壁便宜粉条把单子都抢了，咱再不快点出货，连粗粮都吃不上。隔壁是烂地瓜做的山寨货，我们降质就真砸了招牌。少扯淡，老子不干了！没事吧？林红梅，你发什么疯？谁不想干，现在就走！你敢盗大伙的血汗钱？供销社的单子是疯子跑下来的，砸了招牌，谁也别想挣钱。谁敢在作坊里投机取巧，先问问我手里的扁担。行，
你们两口子合伙断财路，走着瞧！你是不是傻？他推你不知道躲。我要是躲了，他怎么能当着大伙的面把蛮横坐实？这叫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还得搭块肉，疼死你活该。白天到粉江的时候，林队长真是威风凛凛。少给我戴高帽，我是怕你被欺负死了，没人给家里挣功夫。妈妈骗人，你昨天还偷偷掉眼泪，说心疼叔叔天天熬夜剥算盘。对，你还把柜子底下的红糖全给他煮水喝了，我和妹妹都没分到。你们俩小兔崽子皮痒了是不是？红糖水挺甜的，就是有点酸。原来你这么舍不得我。闭嘴，睡觉。隔壁的劣质粉，作坊里的偷工减料，都是王赖子的手笔。这网该收了。陈峰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就是你红麒麟的粉条，我一锅汤全毁了，客人当场掀桌子。周老板，这粉条哪儿买的？机上写着红麒麟3个字我就买了，20斤，全是废物，我这辈子不进你一根粉条。这不是我们作坊出的。少糊弄我，包装一样，名字一样。周老板，你看我们的粉条白心儿，这个发黑，这是冒牌货。我管你白心儿黑心儿，市面上打着你红麒麟旗号的假货满天飞，谁还敢买真的？你们的牌子完了。疯子哥，不光周老板，东边供销点也退了货，说分不清真假，全不要了。我婆娘挑了30斤去镇上，人家指着鼻子骂，原价都卖不掉。王赖子，他把方子卖出去了，我去把他腿打断。断他的腿，方子也收不回来。眼下不是报仇的事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。等一个机会。疯子，隔壁1斤1毛5，咱们2毛8，谁买咱的？降价吧，先把货出了再说，质量差点怕什么？我家婆娘说了，再分不到红就不来干了。听见没？你那套3道过滤7天晾晒，听着好听，把大伙儿饿死了谁负责？都想降价，行，我给你们算，柳沟的粉条1斤1毛5，烂地瓜过滤一遍晒3天就卖，成本1毛1，挣4分。咱们红麒麟好地瓜3道过滤7天晾晒，成本1毛8，卖2毛8，挣1毛，降到1毛5。那降到2毛，1斤挣2分。作坊30个人，一天出200斤，总共挣4块，30个人分，一人一天1毛3。你们是来挣钱的还是来要饭的？这还不是最要命的，你降了价，人家还能再降。他用地瓜渣子都不过滤，1斤卖8分，你跟不跟？跟到最后你卖的不是粉条，是垃圾。红麒麟3个字彻底臭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抱着3道过滤饿死？刘叔今天给我的，县里下个月办展销会，全县采购商都去，供销社、饭馆、公社、食堂全在。但展销会有规矩，产品必须有正式品牌，质量必须过检。你们今天要是降了质，下个月连参展的资格都没有。自己看，我们的白心有韧劲儿，他们的黑心一掰就碎，这叫信誉。信誉没了，红麒麟就回到吃烂地瓜的日子。谁想回去？疯子说的对，我王队长穷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看见盼头，谁把这盼头砸了，就是跟全村过不去。我听疯子哥的，降质的事我不干。我也听疯疯的，谁偷工减料先过我这关。听疯子的，这就是疯子，那牌子怎么立？从今天起，红麒麟的粉条就叫林家粉条。你胡闹什么？作坊是村集体的，挂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出了事算谁的？作坊的地是村里的，但第一根房梁是你林红梅一个人扛起来的。没有红梅同志，就没有这个作坊。她护着大伙吃饭，大伙的饭碗就得姓林。谁有意见？没有嫂子，咱连粉条都做不出来，我第一个服。你这竹竿，净整这些没用的。有用，这叫品牌效应。爹，什么是品牌？品牌就是别人一看这4个字就知道是好东西。那要是有人也写这4个字呢？写了也没用。林家粉条4个字是记号，真正的品牌在粉条里头。3道过滤7天晾晒，真材实料，这个偷不走。少说2句，嗓子都哑了。今天没放姜，嫌难喝别喝。从今天起，漏勺口径、晾晒间距、熬姜温度全按手册来，差1毫米整批作废。这规矩也太严了吧？就是要严。我要让全县的人知道，林家粉条，别人想抄连门都没有。疯子哥，疯子哥，小强，快去叫你妈！你爹烧的跟火弹似的。烫死人了！你熬了几个夜？展销会的后续订单还有3家没对完，桌上那个册子，客户地址都在上面，
别弄丢了。账，你命重要还是账重要？都重要。德珠，去请赤脚医生，小强烧水。嫂子，要不送县医院？展销会摊位费进库款，前2天刚垫出去，手头没钱，先退烧，快去。3块6，摊位费2块，红薯粉进货垫了5块，运费还赊着。县医院挂号就要2块，来回车费都不够。又是这个破本子，天天抱着写，比命还金贵。3月初9，红梅今天多给我夹了1筷子菜，是肉的，她自己碗里1块都没有。3月15，红梅笑了，院子里向日葵开了，她站在花旁边，我看了半天花，又看了半天她。腊月15，夜晴，小强第一次主动叫我爹，我出去站了半天，怕他们看见我眼睛红。红梅说我是她家的，当着几10个人的面，我这辈子值了。红梅半夜给我煮红糖水，我假装嫌没放姜，其实甜到心里了，比蜜还甜。陈峰，你个竹竿，什么都记，就不记自己的命不要钱。你都看了？那个后面几页是瞎写的，你别当真。闭嘴！红梅，我是让你闭嘴听不见吗？姐，那你还攥着不还我？陈峰，你要是撑不住垮掉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吃完赶紧好，少给老娘装死。杵得跟石头一样，你想割掉我的牙？胡说八道！不吃我拿去喂猪。猪吃了不消化，我吃。这是你的名字，林红梅，以后签单子别按手印了。谁丢人了？我力气大按个手印怎么了？你是我陈峰的媳妇儿，作坊的大掌柜，必须会写字。你少拿话套我。今晚别去跟小何挤了，被子我都铺好了。睡就睡，谁怕谁？疯子，天大的事儿！高考？那是个啥官？不是官，考大学，考上了就能回城吃商品粮当干部。疯子哥，你要回城了？高考，继兄抢了我的名额，地父吞了我爸的抚恤金，这笔账终于能算了。你想考就去考，我考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作坊怎么办？家里有我，作坊有我，你一个大男人该报仇报仇，该算账算账，别窝在村里当怂包。红梅说的对，疯子你脑子好使，你是全村的指望，你考出去，咱红旗岭也有靠山。疯子哥你安心看书，地里的活作坊的活我全包了，谁敢打扰你我敲碎他的骨头。考大学没那么容易，教材复习资料我什么都没有，就去城里买。作坊账上没钱，老娘就去卖血给你买。红梅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替全家算回来。你们还吃得下？厂里搞承包，第一批裁员名单就有我这个车间主任白干了。怎么就说裁就裁？不是铁饭碗吗？现在讲效益，厂长给我指了条路，拉1万块投资进来，不然就跟机器一起当废铁卖了。我上哪儿变1万块？1万块，那不是要咱全家的命？爸，你别装糊涂，疯子他爹那笔抚恤金呢？拿出来给我填窟窿！放屁！那点钱早给你跑关系铺路子用完了。那可怎么办？建军要是没了工作，咱家天就塌了。慌什么？我托人打听了，陈峰那小子在红旗岭办了个粉条作坊，县供销社主任都亲自下乡找他拿货。就他一个下乡的能发财？错不了，他手里攥着的钱1万块只多不少。那还等什么？我的位子是他们家拿命换的，他现在出息了，不得先孝敬我？我能硬来，我给他写信。疯子啊，听说你在准备高考，家里都替你高兴。你妈近来总说心口疼，夜里也睡不安稳，嘴里念叨的都是你。
爸，你跟他说这些干嘛？直接说钱。你哥工作上遇到大难处，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家里实在没办法，想跟你先挪1万块钱周转，见信速回。爸，跟他废话什么？他欠咱们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叫敲山震虎。他要是不给，我就去公社闹，告他这个准备考大学的先进青年不孝，看他名声还要不要。谁的信？看你脸都冷了。来讨债的。他们又想干嘛？欺负你，我这就带人去城里卸了他们的腿。不急，李建军要1万块钱保他的饭碗。1万块？他们怎么不去抢？你真给？拿我的东西，总得连本带利算清楚。这笔账不对，他们欠我的不止这1万块。这件的确凉衬衫，我把领子翻过来重新缝了，跟新的一样。明天去县城预考，穿精神点，别让钱家那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看扁了。红梅，我走了作坊的事全压你身上了，一天100斤豆子忙得过来吗？少瞧不起人，老娘我当年扛200斤麻袋都跑得飞快，你先操心你自己，看能不能考好。放心，这3年的题我没一道放过。他们当年抢了你爸拿命换来的工作名额，把你当累赘一样赶出家门。这笔账我算了3年，一笔都没忘。他们抢走的是铁饭碗，我要考回来的是金饭碗。等我回来。疯子，你是咱红旗岭飞出去的第一个金凤凰，给叔个准话，有没有信心给咱村争光？王叔，借您吉言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爹，你考上大学是不是就跟李建军一样当城里人了，不要我们了？爹才不会，爹，那个坏伯伯要是再敢堵你，我长大了帮你揍他。小强，爹不在家，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，能保护好妈妈和小何吗？ No。 小何乖，爹考完试就回来，给你带城里供销社的大白兔奶糖好不好？10个煮鸡蛋，5斤粮票，路上吃，不许省。太多了，你留着自己吃。脑子不吃饱，怎么给老娘考个状元回来？陈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考上了就风风光光回来接我们娘儿仨。那要是考不上呢？考不上，老娘这作坊也能养活你，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？好，我考个状元回来。去，把当年李大志从咱家拿走的东西，连本带利，一分不少的给我要回来。1分都不会少。红旗岭大队，陈峰，省城加急电报，疯子，快考上没？你让他喘口气。竹竿到底咋样？全省总分第1，京华大学全省第1，老天爷开眼了，咱红旗岭出状元了，快去大队部敲锣。是最好的那个。对，媳妇儿，咱家没给红旗岭丢人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没白吃老娘攒下的那么多鸡蛋。李建军，签字。厂里效益不好，你是第一批下岗的。凭什么？我爸给厂长送过礼，我是车间主任。哼，走关系。你顶替你弟的名额进厂，连张齿轮图纸都看不明白。厂长说了，必须清退。爸，我完了，工作没了，姓陈的还欠着咱1万块呢。慌什么？我有办法应对。疯子兄弟，哎呦不对，陈状元，恭喜恭喜！这是供销社的一点心意。以后去了首都，成了学了本事，可得记着咱红旗岭，记着老哥我。马主任放心，我走了，红梅跟孩子还得在您眼皮子底下过活，作坊的生意少不了您帮衬。那必须的，弟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谁敢找麻烦，我老马第一个不答应。爹是状元，爹要去首都当大官了，那些坏人是不是就再也欺负不到咱们了？他们欺负不到，爹还要把他们欠咱们的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算清楚。陈峰，这纸我回头拿去县里用最好的木框裱起来，挂堂屋正中间。挂那儿干什么？又不能当饭吃。镇宅，我看以后谁还敢当面叫你竹竿，谁还敢笑话我林红梅嫁了个文弱书生。媳妇儿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李大志想告我，我等着你。当年你们顶替我的事，也该拿出来在太阳底下好好晒晒了。这是县里讲的车，县里说省状元是咱红旗岭的骄傲，特批的。我先把媳妇儿孩子送回来，再去首都报道。好，好啊！我就说咱红旗岭风水好。我爹是状元，全省第1名。我爹说了，要带我们去北京上学。疯子，这趟回城，你继父那边。继父，王叔，有些账该当面算清了。
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我回自己家还得跟你打报告？你开这车哪儿来的？县里讲的，全省高考状元，清华大学录取。您当年那一脚把我踹到红旗营，我得谢谢你。你少显摆，疯子，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。一家人，当年把我男人像条狗一样踹出门的时候，你可没说这话。5块钱，你就给了5块钱，让他一个人去全县最穷的地方。我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们把他赶走。我爹现在是状元了，你们凭什么当他家里人？疯子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我不怪你。那你能不能别追究了？好歹一个屋檐下过过日子。我爸的命换来的东西，我要是不追究，他在地底下闭不上眼。哎呦，这不是老陈家那个被下放的小子吗？省状元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报纸上登了，陈峰全省总分第1，清华大学。这媳妇儿长得真精神。闺女，你哪里人？我是红旗岭大队的林红梅，疯子的媳妇儿。我妈能扛200斤，我爹会算账。我爹说我妈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。大志啊，当初你不是说这孩子没出息，去乡下种地正合适吗？这省状元够出息了吧？可不是，人家建军呢，听说下岗了。你们别在这看热闹。建军，你急什么？人家疯子考状元，你连个工作都保不住，能怨谁？我今天来就是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我陈峰欠红旗岭的，这辈子还；但你们欠我爸的，也得还。整状元，说到底不还是个倒插门的软饭男，上门给寡妇当赘婿，大学是靠女人供出去的吧？建军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去乡下3年吃喝全靠女人，还借辆吉普车回来充胖子，有本事你自己买。李建军，你闭嘴！我男人是清华大学学生，我是红旗岭粉条厂厂长，你呢？一个下岗工人靠什么吃饭？我养我男人我乐意，你倒是有本事找人养你啊！你顶了我公公拿命换来的名额进厂，连图纸都看不明白，第1批就被开了，论吃软饭谁比得过你？李叔，您看看头版。省报啊，疯子你上省报了。我在红旗岭办粉条作坊，带全村40户搞副业，去年人均收入翻3倍。这篇文章清华大学教授看了，点名让我进经济系。建军，我不争谁吃软饭，我就做一件事儿，让跟着我的人吃饱饭。你若有闲心，多想想自己明天的饭辙在哪儿。你呢？疯子，刚才那些话都是一家人闹脾气，别往心里去。来，坐，爸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你有话直说。你爸走的时候你才12岁，这些年是谁把你拉扯大的？是我，供你吃供你喝，我这个继父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拉扯大？你把他踹出家门的时候他才22，兜里揣着你个5块钱。大人说话你别插嘴。疯子，你现在是省状元了，去首都念大学以后前途无量。爸不求别的，你每个月寄点孝敬钱回来，100块就行。再一个，这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，你总不能把亲妈赶大街上去吧？嫌多，那80也行。你妈还在这住着呢，你总得尽孝吧？疯子，一家人。对，这房子我们住了10几年了，你说收就收，天底下没这个道理。你爸的抚恤金当年是花在你身上的。花在我身上？建军，你穿的第1件皮夹克是哪年买的？你进厂顶替我的名额走的谁的关系？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这些钱从哪儿来的？你心里没数？血口喷人！疯子，你爸不在了，我就是你爸。你翅膀硬了，连爹都不认了。陈叔，你要是真当我是儿子，当年就不会撕了我的高考复习教练，也不会把我爸留给我的工作名额塞给建军。你不是我爸，你是惦记我爸那点家底的人。行，你不认我这个大，这房子你也别想拿走。我跟你妈合法夫妻，这房子就是我的，你动一下试试。请问哪位是陈峰同志？我是。周同志，您来的正好。你叫街道办的人来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的吗？那咱们就当着街坊邻居，当着街道办的面把账算清楚。哟，这家伙！第一份，我父亲陈长安同志的遗嘱，1970年立，房产留给唯一的儿子陈峰。第二份，房管所的房产证明，产权人陈长安，这套房子是我父亲婚财产，跟后来的婚姻关系无关。第三份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材料齐全，房管所和民政局那边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这套房子的产权确实属于陈长安同志的婚前财产，依法由其子陈峰继承，没有争议。不可能！我跟他们结婚10几年，这房子我也有份儿。李大志同志，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转化为共同财产，这一条没得商量。
哎呦，你推谁呢？那抚恤金呢？他爸的抚恤金我们也花了，还得还。李建军同志，你不是陈长安同志的子女，无权支配这笔钱。我把话说明白，我爸拿命换来的抚恤金，你们花了多少，我心里有数。但念在你跟我妈过了这些年，我不追究你侵占的部分。你大方什么？但这套房子是我父亲的婚前财产，合法继承人只有我。3天之内，请你们搬出去。3天？你让我们搬哪儿去？你顶我爸名额进厂干了7年，7年工资够你租房了，你自己的账自己算。再碰我男人一根手指头，我把你这只手卸了。建军，人家有理有据，你动手算什么本事？当年老陈牺牲的时候，街坊们都看着呢，抚恤金、工作名额全让你们爷俩吞了，还好意思闹？钱你这些年做的事儿，大伙儿不说，不代表不知道。人家风儿够仁义了，换了别人，那1000多块钱早告到法院去了。你妈还跟着我，你就不管了？妈，这房子是爸留给我的，也是留给你的。你要是愿意，随时可以搬回来住，门永远给你开着。你爸走的时候你才12岁，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没工作没收入，他说娶了我就养你，我才答应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撕你复习材料的时候，妈在厨房听见了，我想拦，他把我推倒在地上。他把你踹出家门那天，我躲在屋里哭了一整夜。疯子，我不是不心疼你呀。我知道。他拿了你爸的抚恤金给建军买皮夹克，我说了一句，他扇了我2个嘴巴。你现在出息了，我跟你走，我伺候你，给你带孩子，我什么都干。疯子，妈要是当年硬气一点，你也不用受那些苦。妈，我不怨你了。我要是没去红旗岭，遇不到红梅，也没有小强和小何，那3年是我这辈子最值的3年。那妈能跟你一起走吗？妈，房子的钥匙我留一把给你，你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回来，但跟我走，你先想清楚你自己的日子怎么过，我不拦你，也不替你做主。疯子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你好好保重。风大了，把扣子系上。爹，咱们什么时候去看升旗呀？明天，爹带你们去看升旗，看完吃炸酱面。好耶！爹，你去首都念书，那我和小何怎么办？你跟小何先跟你妈回红旗岭，9月份我把你们接过来。首都有好学校，功课不能撂下。那粉条厂呢？你妈管厂子，我念书，等毕业了咱一家人在首都扎根。你是哥哥，这几个月替我照顾好你妈和小何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走了，回家。和大娘，疯子嘴上不说，心里记着你。他在红旗梗最难的时候发烧烧到说胡话，喊的是妈。德柱哥，厂子的账我全交给新会计了，每月流水、原料采购、工人工分3本账分开记，谁都做不了手脚。账的事儿我不担心，你安排的人我信得过。可生产上的事儿，疯子，我就是个扛麻袋的粗人，你让我管厂子，我怕撑不住。怕什么？粉条厂从第1口锅到现在30口锅，你哪天不在？每一道工序你比谁都清楚。德柱，红梅说的对，疯子要去首都念大学，红梅要去首都开店，这厂子交给外人我不放心，交给你我睡得着觉。那我要是拿不准的事儿呢？每个月我写信回来，大事你跟刘叔商量，急事直接打电报给我。红梅是董事长，最后拍板的是他。这里面是全部管理流程，从进货到出货，每一步该怎么做，该找谁，该花多少钱，全在上面。疯子，你放心走，厂子在我手里，我豁出命守着。哟，德珠，你这话说的跟擅场似的。德珠，厂子托给你了，干好了年底分红少不了你的。干砸了，嫂子，你说干砸了，我从首都回来揍你。行了行了，人家一家子还赶火车呢，德柱帮着把行李搬上车。到了首都可别忘了咱红旗岭，你那粉条店要是开起来了，就写红旗岭林家粉条，给咱村争光。婶子，忘了谁也忘不了你，你那几把青菜的人情我记一辈子。疯子，3年前你一个人扛着铺盖卷进村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小子不一般。现在你考上大学，厂子办起来了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老头子我没看走眼。刘叔，没有你当年拍板让我当会计，没有今天的事儿，这份恩情我尘封记着。嫂子走吧，家里有我呢。
疯子，你过来看看这个数。第二家店上个月的流水比我预估的高了近20%，怎么做到的？我把店开在大学城旁边，学生嘴馋，一碗粉条2毛钱管饱，中午排队排到马路上。你这个选址眼光比我的模型准。少拍马屁。第3家店选在哪儿？给我算算。火车站。火车站？每天几万人进出，南来北往都得吃饭，一碗热粉条出站就能端上手，你算算那个客流量。成，明天我就去看铺面。妈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在做数学题。做你的题。你要是考不了全班前3，看我不收拾你。我上次就是第2。哥哥上次被老师夸了，老师说哥哥算术特别好，像他爹。今日红梅连锁店计划盈利预期超出原模型 15.7%， 修正模型，启动新一轮融资计划。又记你那个小本子呢？记账。少骗我！上回我翻到后面，你写的什么红梅今天多给我夹了1筷子菜，你记那些干什么？你自己看。腊月15，小强第一次叫我爹。红梅把最大的红薯藏在我碗底，小何把他的破棉被抱来给我盖。红梅说我男人的时候，声音比平时低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眼睛进沙子了。首都的屋里哪来的沙子？你少管，你继续记，少记1天我跟你没完。红梅，干嘛？3年前王队长把我塞到你家的时候，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我说，就这竹竿，还不如我家那只下蛋的老母鸡。那现在呢？我跟老母鸡比，谁有用？老母鸡现在还在下蛋呢，你也就算账比它强点。这笔账终于对了。